3、2、1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五阿哥我打把你一个两个的个，相信非常多的玩家手上一定都会有一把克拉克，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每次到克拉克打完你退堂或者是拉滑套的时候，它的外管就会向上翘起来，就像你的踢球一样。有些人呢会觉得这个没什么，反正习惯一下就好了。但是有些人呢会觉得真的有够丑，会看起来有点不舒服。尤其是有强迫症的朋友，每当他翘起来的时候，就会不知道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现在我桌上有3把不同厂牌的克拉克，马路易、GHK、VFC 这3把呢，基本上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不便宜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马路易的克拉克，它的上翘的角度会不会太大？其实还好呢，它的上翘角度其实算蛮平顺的，肉眼上的话基本是看不太出来，而且连前面的附近簧的那个拉杆也还好，没有说很歪的程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VFC 它的上翘角度会不会很明显？其实它的附近簧的那个导杆上翘还蛮明显的这个距离，真的导杆真的还蛮翘的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看最贵的这把 GHK， 它的克拉克上翘的角度怎么样？3、2、1。虽然它是讲求全铝针的状况，而且我不确定真铁它的上翘角度会不会这么的明显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综合以上呢，我们马路易它的上翘角度没有那么明显，而且也是算蛮平顺的。不愧是日本工艺呢，すごい呢。好，那3把原厂枪呢，基本上会不会上翘，取决于他们原厂出厂的设定，基本上可以说是他们天生的设置。但是有一样东西，克拉克外管固定器，金属材质，还有2个内六角螺丝可以固定内管，并且可以使用14逆转接器。此把固定器可以通用所有品牌的克拉克枪款，不管你是贝尔、WE、马路易、GHK 的 VFC 的克拉克，通通可以使用，拆装简单，好上手，不愧是矫正秋的利器接下来我们进入组装流程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拿 GHK 的 G17来做测试的组装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所需要的工具就只要用到内六角就好了。它的内六角呢是 1.27 的大小。那第一步，我们先把这个外管的内六角螺丝给它放松，放松完之后呢，再取出它原本的内管跟 hub 系统，再装进去我们主要的外管。到这边的时候先含出就好了，不要全部一次插进去。再把这个外管系统呢，把它推进去，跟我们的飞机嘴做一个贴合。这时候就可以用力压了，把它压进去。好，压进去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用内六角螺丝把它一边做固定，锁一个差不多就好，不要锁太紧，因为它有2个，再把它的外管拉出来，转另外一边的内六角。
跟刚刚一样啊，就是含住就好，不要锁太紧，差不多就 OK 了，它的内管就不会做晃动。这时候呢，再把它全部组装进去。OK， 就大致完成了。好，那经过组装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GHK 的 G17，它的上效程度有没有改善？3、2、1。本身的设计没有说上翘很明显，但这个装上去之后，发现它的上翘根本就是快没有，基本上可以算是2条平行线的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还算蛮有用的。如果你是对这种外观或者是一些小细节很要求的朋友呢，我真心建议你可以买这个东西，而且这个外管其实不贵，还算蛮便宜的。我觉得非常的 OK， 真的。但是，真的，真的差很多OK， 那影片最后呢，我会放上马路易 VFC 跟 GHK 前后的对比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看到最后面。那如果对这个防翘外管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在底下说明栏里面我会放上连结。好的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这部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顺便打开小铃铛，点选全部通知。另外 FB 跟 IG 也帮忙按赞跟追踪起来。如果你有任何讯息想要私讯我的话呢，可以在 IG 跟 FB 上面联络我也可以哦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我是苏华哥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小朋友，你们喜欢 Nisa N1 发光器吗？喜欢。那你们一定会喜欢 Misa 坦克发光器。Misa 坦克发光器，酷到让你无法抗拒。Misa 坦克发光器，它是逆时4牙，步枪都装得上去哦。哇，装得上去哎！哦，什么步枪都装得上去。Misa 坦克发光器，如果你想要有侧边火光，只要按下按钮就会出现，并且可以让你还扁对方一顿。贱人，你看我的侧边火光。坦克火焰发光器，它是包覆式火光，跟其他的不同哦。像真枪一样的火光，Misa 坦克发光器。打夜战我也要使用 Misa 坦克发光器。Misa 坦克发光器，荧光弹要另外买哦。贱人，你看我的侧边火光。也有不会发光的版本哦。